你有事吗？刘秘书你好，我是陈良，我想冒昧的打扰您一下，我想邀请贵公司的总裁林总来参加我的婚礼。我陈家仰慕林总许久，希望林总能赏个光。想起来了，他就是大小姐不惜离家出走，也要在一起的男朋友。不过看样子，他还不知道林总就是他丈母娘呢。这件事情我知道了，我会请示林总。慢走，慢走啊！林总，大小姐要结婚了。什么？我不许你跟那个男的在一起！凭什么？他一点主见都没有，什么事情都听他妈妈安排。和他在一起，你不会幸福的。够了！从小到大，我什么事情你都要横插一脚，我正常谈恋爱你也要管。我受够了，这个家我不待了。告诉你，没有你，我只会更幸福，更幸福。背车背离，我要参加玉儿的婚礼。可是林总，大小姐当年跟你闹得很僵，可她终归是我女儿，现在要结婚了，我林家该有的礼数不能少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锦绣家园那个开发项目就交给陈家做吧。林总，那可是上百亿的项目，给谁做都是做，不如交给他们，就当是我给女婿的一点心意。妈，我今天结婚，您能来吗？新娘子可以下楼了。叔叔，让您久等了。不久不久，陈良那臭小子能娶到小玉你这么漂亮贤惠的老婆，真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叔叔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阿良也很优秀，勤奋又上进。走，先上车，今儿是个大喜的日子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小良他已经在家等着了，你先过去，我随后就到。来，好。阿姨，都等了这么久了，人还没到，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哼，那我得好好跟他立立规矩，不然的话，他还真以为自己过来是当大少奶奶的。阿玉，你今天真的好美。请新娘过门。
想当我陈家的儿媳妇儿，得先把这个签了。双方财产均属婚前个人财产，婚后共同收入需重新开户储蓄，日常消费依照个人收入比例进行划分，未经允许不得使用对方储蓄账户财产。阿姨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年头啊，人心难测，就怕有一些心怀不轨的女人故意骗婚，想嫁过来当大少奶奶，享清福，这就当是上个保险。这儿还有一份补充协议，要是将来和我儿子离婚了，你得单方面净身出户。我跟陈良在一起3年，互相知根知底，你居然觉得我是贪图你们家家产？嘴上说的好听，心里想的谁能知道？毕竟人心隔肚皮呀。我要是真为了钱，至于1分钱彩礼都不要吗？别人结婚除了彩礼还要车子、房子、金银首饰，我什么都没有提，你居然还觉得我是贪图你们家家产？哼，那是因为你自知不配，不敢提罢了。我不配，我不敢提。我陈家在南省也算是有头有脸的生意人，就连首富都亲自接见过我家。你这种人那是高攀，能让你嫁进门就不错了。阿姨说的对，正所谓娶妻不贤毁3代，可不能让那有心人啊趁虚而入了。陈良，这2份协议你知道吗？这也是我刚知道的。你怎么看？阿玉，我妈这也是为了我好，只要我们是真心相爱，这婚前协议就是废纸一张嘛。陈良，你居然也让我签！陈家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当年大小姐离家出走后，您不放心，暗地里给了陈家不少商业资源，如今陈家也算小有势力，但是和大小姐比起来，还是门不当户不对。罢了，这都3年过去了，她想嫁就嫁吧，只要她能幸福就行。林总，南省首富何总和北省首富张总听说大小姐要结婚，都备了厚礼，正赶往陈家。这2人的消息倒是灵通，他们都准备了什么？目前还不太清楚，但总价值应该过亿。为了得到我们星辰集团支持，他们也是煞费苦心呢。陈良，你居然也让我签！我好消息，好消息！阿姨，南北2省的首富备了厚礼，要亲自来为阿良哥哥道贺，现在正在赶来的路上呢。哟，首富啊，南北2省的首富可是资产过100亿的呀，平日里想见一面都难，这一次竟然亲自来陈家道贺。陈家不愧是本市豪门，那么有面子，未来可期呀！看到没，这就是我陈家如今的地位。就连2位首富都要亲自送你道贺，你要是不签，就甭想进我陈家的门。哎，阿玉，我妈她是不会害我的，这份协议也是为了咱们好，免得有人说你骗婚，要不你就签了吧。难道我们的感情还抵不过这份协议的考验吗？还是说你真的是因为钱才想嫁给我？陈良，你居然也这么想！不是阿玉，这么多亲戚都看着呢，你要是不签的话，他们肯定会觉得你是贪慕虚荣才嫁给我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
阿玉，好，我签。签好了。阿玉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只要你一直爱我就够了。阿玉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新人进门。等等，还不能进。协议我都签了，还有什么事？新媳妇过门都得立规矩，刚好大家都在，一起做个见证。什么规矩？第一，手机上不能有任何异性联系方式。第二，每天不能晚于9点归家。第三，每天1日3餐，所有的家务都得你做。第四，工资全部上交由儿子保管。第五，不能穿露胸露背、露腿的衣服出门。第六，无论你去哪儿，都得像我儿子宝贝。说完了吗？最后一条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1年之内必须给我们陈家生一个男孩。要是怀的不是男孩，你就自己去医院乖乖的打胎。我陈家可不喜欢女孩。还有吗？暂时就这些了。如果我想到新的，我再加上去。真是欺人太甚！古时候的3从4德都没有你们陈家的规矩过分。过分！以我陈家现在的地位，有多少女人挤破头都进不来？让你守几条规矩，还委屈你了。我告诉你，想要嫁给我儿子，这些规矩必须遵守。要是违反任何一条，都给我滚出家门！陈良，你自己说，你妈这些规矩合适吗？妈，你这些规矩的确是太过分了，要不就算了吧。儿子，你是不知道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。你从小就老实，妈要是不把规矩立好，到时候那人戴了绿帽子，你都不知道。阿玉，我觉得我妈说的有点道理，你就接受了吧。陈良，我是来给你当老婆的，不是来给你家当下人。你家这些规矩，我不可能接受。不同意就甭想进我家门。本来我就觉得你不是什么好货色，长得跟狐狸精似的，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又去勾搭别的人？倩倩，过来。好嘞，阿姨。瞧瞧，倩倩，这长相，这脾气，最重要的是家庭背景，跟我儿子那才是门当户对。阿姨过奖了。好啊，你让她当你儿媳，你问问她，你的这些规矩，她能接受吗？倩倩可是大户人家的千金，知书达理，温良贤淑。她要是跟我儿子结婚，这些规矩当然就不用了。你一个乡下丫头，你凭什么跟倩倩比？感情这些规矩都是针对我的，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一个贪慕虚荣、随时都会出轨的放荡女人，是吗？阿玉，我妈她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你妈这么想，那你娶她呀？
阿玉，你别说气话。妈，你知道的，我只喜欢小玉，我不可能娶别人的。哼，阿玉，你消消气啊。我妈她终归是为了我好，其实这些规矩吧，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反正我们婚后也不会发生这些事情，所以这些规矩也影响不了我们，是吧？说是吧？啊？没什么大不了，亏你说得出口。你拿我当下人吗？连穿衣服都要管，怀了女孩就要堕胎，你拿我当什么了？这大家闺秀当然应该对衣着有要求了。越是像陈家这样的大世家，就越是在意传宗接代生男孩。这些规矩，如果是我都能接受，你有什么接受不了的？哼，莫不是有人不干净，怕被人发现，所以才不敢接受吧？还是倩倩懂事，不像有些人挑三拣四。要不是我儿子喜欢你，非你不娶，我说什么都不可能同意这门婚事。哎呀，妈，你就别添乱了，行不行？我说错了吗？人家倩倩乖巧懂事，教养好，不像这个狐狸精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光长得好看有个屁用啊！大家看看啊，大家看看，今天结婚这么大的日子，真不像，娘家人一个都没有来，说不准啊是什么穷乡僻壤山沟里的，来不了了吧？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？任小玉多好一姑娘，怎么就配不上咱家了？小玉，你婆婆就是这么个性子，你别和她置气啊！死老头子，你站哪边呢？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咱们儿子好啊！现在咱们家家大业大，有多少人盯着咱们家的家产？哎，你闭嘴吧！还嫌现在不够乱吗？我闭什么嘴？要不是我看到我儿子非他不娶的份上，我才不会同意这门婚事呢。我让他守点规矩，我还能害了儿子不成？你这简直就是胡搅蛮缠！小陈总，锦绣花园的项目，我们公司中标了。哎呀，真的？这可是上百亿的大项目啊！恭喜陈叔叔，恭喜丁阿姨。看看，咱们老陈家现在蒸蒸日上，有多少女人想嫁进门都没有这个福分，让你守点规矩，要了你命似的，不识抬举。这新娘子真是看不起世面的。陈家不仅得到了首富的青睐，还中标了锦绣家园的项目，未来啊可是本市的第一大豪强。哼，还在这里使性子。就是，别说是7条，哪怕是100条，那都有很多女人想嫁进陈家，那可是泼天的富贵啊！我看呢，他就是恃宠而骄，根本分不清主次。就是真不嫁进豪门，这婚你要是想结，就老老实实的守规矩；要是不想结，就赶紧滚，别耽搁大家的时间。你们说的太过分了！小玉她多好一姑娘，哎，阿良，你没钱的时候，我陪你吃盒饭、睡公司，陪你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去谈业务。我吃不上饭的时候，都想着买肉给你补身体。你现在就是这么对我的，是吗？阿玉，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。现在咱们不是已经好起来了吗？你就听我妈的吧，我妈毕竟是为了我好，你也不想咱们结婚以后因为这些事情闹矛盾，对不对？阿玉，别哭，
你别哭，阿玉。陈良，这婚不结了，你跟你妈结去吧。阿玉，你别说气话，你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就不结婚呢？小事？你妈现在都这么刁难我，我嫁给你以后怎么过日子？我妈，她都是为了我。她胡搅蛮缠你也听。陈良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一点主见都没有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谁让你这么说我妈的？小玉，你现在不嫁给我，你还能去哪儿呢？啊？他一点主见都没有，什么事情都听他妈妈安排。和他在一起，你不会幸福的。我觉得我妈说的也有点道理，这个还得听我妈的。乖乖的，听我妈的话。这件事情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咱们安安生生的把这个婚结了，好吗？啊？这个婚我不结了，我爱去哪儿去哪儿，你管不着。好，不结婚可以，把我儿子这些年花在你身上的钱都给我吐出来。没错，徐玉，这些年我在你身上花了不少钱，每一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如果不结的话，那就现在全部还给我。陈良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了你放弃了什么，你居然背着我偷偷在记账，可笑，你真可笑！早知道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就多带几件衣服，谁知道几十万一件的大牌这么不经穿。等等等，阿玉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什么？我今天去商场，正巧碰上打折，就给你买了几套衣服，可贵呢，一件几百块。亲爱的，你真好。哎呀，你呀，就是喜欢穿这种假大牌。我今天这种大牌的真货，一件最起码几十万吧。那我丢掉，以后我只穿你给我买的。云总，您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吧，我们公司真的很需要您这个订单。够了，没有你，我只会更幸福。放弃的再多，也没有我儿子给你的多。这个，真是，不行，这是我妈给我的，不是你儿子买的。这些年，我儿子在你身上花了不少钱吧？就算是你妈给你买的，也得摘下来抵债。拿来，儿子，给我按住，快！给我！陈良，你不能，陈良。不要！
林总，你们干什么？他是谁啊？婚礼当天这样对待新娘，这就是你们陈家人的素质吗？她是我们家的儿媳妇，我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你管得着吗？我当然管得着，因为我是他妈。他坐的那辆车可是限量款的，至少都得上千万了。新娘子家这么有钱吗？本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就那么几个，什么时候多出一副生面孔？儿子，你不是见过他妈吗？他妈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怎么能开得起这种豪车啊？妈，我当初见他的时候，跟现在感觉不一样。阿玉，你说你妈人很严厉，管你管得很严，她该不会看不上我吧？放心吧，我妈就是嘴硬心软，她平时对我可好了，肯定不会为难你的。啊，那就好。妈，妈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阿姨好。你就是陈良吧？哎，阿玉经常提起你，说你工作上进，为人踏实，勤奋能干，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哎呀，阿姨，您过奖了。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好了。那个阿姨，你先坐，你先坐，菜都已经点好了。好。服务员，上菜。阿姨，您尝尝这个，这是这个店里的招牌菜啊。小玉，你也吃。好。小良啊，阿玉说你们两个是真心奔着结婚去的。阿姨，这一点您放心，我这辈子非小玉不娶。算阿姨多嘴问一句，你们两个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这个还得听我妈的。小良啊，结婚是你们两人的事，为什么要听你妈呢？难不成你妈妈不同意呀？不，是我妈呀，她认识几位大师，她想帮我们挑一个良辰吉日。现在还有人信这个？妈，就是图个吉利嘛。那你们结婚以后是单独出去住吗？当然是跟我妈一起住了。据我所知，你现在事业已经走上正轨，如果买房子缺钱的话，我这里还有些积蓄。阿姨，这可使不得，买房子怎么能花您的钱呢？主要是我妈她经常说，不能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我跟我妈一起住，也方便我照顾她。阿姨，您是不知道啊，我妈她发起脾气来啊，我爸他劝都劝不动，就我说话好使。那你们打算办什么样的婚礼呢？我妈的意思是办个中式婚礼，热闹点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办西式草坪婚礼吗？阿玉，我妈这不是觉得中式婚礼更喜庆吗？你就当是满足一下老人家的心愿，别闹脾气了啊！什么都你妈，我看你就是心里没我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这不是想尽点孝心吗？妈，依我看，这个豪车一定是租的。
啊，真的吗？没错，妈，上次我见她的时候，她的裙子一看就是地摊货，充其量也就几十块钱，身上连个首饰都没有。就她这种人，她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内就能买得起上千万的豪车呀？小玉他妈，嘿，你怎么这么死要面子？没钱就没钱呗，还租个豪车摆货，什么意思？我租车？既然你能租得起车，想必还是有点钱吧？那就把你女儿欠我们的钱赶紧还了。你欠他们钱了？妈，我没有。没有，你跟我儿子在一起这几年，白吃白住，不花钱呐！我告诉你，你全都给我还回来！陈良，整整3年，我从来没有问你要过一件礼物，家里饭是我做的，衣服是我洗的，你现在问我要钱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少在这装无辜了！你没有收礼物，难道就没有花钱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一笔一笔的账给你记着。够了，婚礼都让你搅黄也就算了，还让儿媳妇还钱，这传出去，让别人怎么说咱们？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欠钱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倩倩，你说这个钱该不该还呢？陈良哥哥肯给他花钱，前提是他得能嫁进陈家，现在都不用嫁了，这钱当然得还了。看看，还是咱们倩倩懂事啊！哼，这才是咱们老陈家当媳妇儿该有的样子。要是倩倩嫁给咱们儿子啊，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有多兴旺了。你要是不嫁，就赶紧还钱。行，那我就要看看我女儿到底花了你们陈家什么钱。好，我就让你看清楚了。这一笔一笔账我都给你记在里面了。7月18日，西餐花费2580。陈良，那天我明明说了在家里吃，你非要去外面吃西餐，现在好，全算在我身上。怎么，你是一口都没吃吗？以前我儿子都在家吃我做的饭，就是认识了你才跑到外面吃饭的，难道不应该算到你头上吗？好，那这个3万的手镯呢？这不是我送给你妈的礼物吗？那还不是我儿子钱买的呀！这分明就是我为你们公司谈业务赚的奖金。你都说了是我们公司赚的钱，既然是我们公司给你发的钱，那还不是我们公司的钱呢？让你还钱，那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够了！咱家能有现在的辉煌，还不是因为小玉和陈良他俩到处跑业务谈生意，吃了3年的苦换来的。你非得搞这么难堪吗？爸，你哄我妈干什么？我妈她也是为了我好。什么叫吃了3年苦？我们缺他吃，缺他穿，缺他住了吧？他在我们家挣钱，存款应该不少吧？全部都给我吐出来！陈良，家里日常开销全是我来负责，3年我连一件贵点的衣服都不敢买，钱全花给你儿子了。那是我儿子有本事，你怎么没给别人花钱呢？看看你们家那个条件，明摆着就是冲着我们家钱来的。什么叫做我们家这条件？我儿子都跟我说了，你们第一次见面吃饭，你这个丈母娘连一件首饰都没有，穿着一身的地摊货。今天你女儿结婚，连一件嫁妆都没有准备，怎么着？是想结完婚分我们的份子钱吗？谁说我没给阿玉准备嫁妆？瞧瞧你自个儿一身的假货，
只怕是只准备了2床被子做嫁妆吧？假货！你少在这胡言乱语。我妈所有的衣服全是高奢定制。笑死人了，还高奢定制？如果你妈穿的这个国际品牌是真货，那可要专门定制的，每年都要在他们品牌消费800万。要真是定制，你这身衣服加起来至少要超过3000万。知道3000万什么概念吗？你这辈子都挣不了那么多钱。你要是真有那么多钱，你女儿用得着跟我儿子耗着吗？别的女朋友想着办法贴补男朋友，你女儿倒好，1分钱都没有从娘家拿过，还在咱们家赚钱，就是因为你这个穷鬼妈妈。别以为你穿了一身假货，就想装有钱人来骗我们家的家产，门儿都没有。陈良，你妈太过分了，她看不上我也就算了，她现在还羞辱我妈。我妈她本来说的就是事实，如果你不知道将来我会发财的话，你会跟我这么久？你在说什么呢？这就是3年前你不惜离家出走也要跟的男人。3年前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他不值得你托付终身。阿姨，你们先慢慢吃，我去买下单。妈，你看阿良多有上进心啊！对了，你今天为什么穿成这样？我暂时不想让他知道我们家的实际情况。你不会觉得阿良图谋我们家家产吧？你这样也太不尊重人了。我这是为了保护你。社会很复杂，听妈一句劝，他的话，你还是要再考虑考虑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咱家有钱？要真是嫌他穷，妈还不至于这么反对。问题是你们的婚礼，他一点安排计划都没有，婚礼办成什么样子都要听他妈妈安排。跟他结婚，你迟早会受不了的。妈，阿良这是有孝心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他？有孝心跟事事听他妈是2回事。到时候你跟他妈有矛盾，他一定会站在他妈妈那一边。自古婆媳不两立，我不想你受委屈。阿良才不会这样。妈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看清楚他。至少现在还没嫁过去，还不算晚。你们叽叽咕咕的在说什么呢？赶紧把钱还了！我儿子的时间宝贵着，一天都几10万上下，你们耽搁得起吗？我女儿放弃了一切陪你儿子，这些年一直帮他操持家里打理公司上的事情。要不是我女儿，你们陈家能有今天这份家业？现在不但欺负我女儿，还要让她赔钱。照你这么说，阿良哥哥能有今天，全都是靠你这女儿了。要不然你以为陈家这些年的业务都是哪来的？你不会是想说，是你和你女儿给的吧？当然是阿良哥哥辛苦奔波谈来的，他辛辛苦苦把陈家经营到今天的规模。你女儿不过是在家里做做家务，做个饭，这充其量啊就是个保姆。就是，你们这些没文化、农村出来的人，能跟着我儿子，那是你们天大的福分。现在让你赔点钱，你还不愿意？哼，多少女人倒贴钱，都想跟我儿子过的，还说什么放弃一切？你们有啥可放弃的？够了，金家母，今天的事儿是我们家的不对。死老头子，你到底站哪边的？我难道说错了吗？啊，你是觉得人家的妈长得好看，故意讨好人家是吧？说什么胡话呢？你敢动我妈？我可是你爸，那也不许动她！松开！儿子，你真是好大一个孝子！本来只要你们向我女儿道歉，取消婚事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但是你们太过分了！过分？我过分了又怎么样？啊，我都搞忘了，你可是一身衣服都要3000万的豪门，你是想先展示一下你的实力，让我后悔吗？真以为穿一身假名牌就把自己当真豪门了？你们刚刚不是说我没给我女儿准备嫁妆吗？我现在就把我原本准备好的嫁妆拿过来，让你们好好看清楚。
马上过来。准备的倒挺齐全啊，道具都有了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对骗子母女到底准备了什么。太有钱了吧！这一个箱子至少都得500万了吧？加起来不得几千万呢。这就是我给我女儿准备的嫁妆钱，一箱500万，一共4箱。继续。哇！这是设计大师谢青亲手设计的12生肖金首饰，每套首饰4公斤。哇，这么多东西！谢青，那可是国际知名设计师，哪怕挂名也要300万。如果是他亲手设计的，那每一套饰品的价格不低于1000万呀！而且每套4公斤，光是成本就上千万，再加上设计费，总价值上亿呀！我们家的资产加起来，就和这些金银首饰差不多呀。继续。这是我给我女儿准备的4套别墅，每套价值过亿，还有4辆价值5000万的顶级轿跑。这些彩礼全部加起来，快8亿了！8亿！就算是南北两省的首富，也未必能一次性拿出那么多钱。新娘子家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但凡你们今天没有刁难玉儿，安安生生结婚，这些嫁妆我都会让我女儿带到你们家。嫁妆，所以这些本来就属于我们陈家的。妈，这嫁妆可比他们陈家整个公司都值钱呢。哎呦，只能怪他们家有眼无珠，看不清新娘子家的底蕴，现在和泼天的富贵擦肩而过，可惜呀！哎呀，可惜呀，可惜，太可惜了。要我说呀，许玉这些年没少为他们家做事，这临近结婚了，婆婆还立什么规矩？这不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这些本来是属于我们陈家的。亲家母啊，这里面呢肯定是有误会。刚才我是跟小玉开玩笑的。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羞辱我女儿，岂是一句玩笑就能一笔带过的？晚了！你呀，都说了不要跟你妈一个德行，你就是不听。陈叔叔、丁阿姨、阿良哥哥，你们别听这对母女的胡话，这东西肯定都是假货。假的？阿姨，你想想，这么多年，他妈连1分钱都没给过许玉。如果他们家真这么有钱，许玉何必辛辛苦苦的和阿良哥哥一起打拼呢？他的工资还要你们家给呢。把那首饰放下，碰坏了你可赔不起。哼，赔不起，怕不是被我拆穿你们的手段吧？阿姨，这是假货。假的？妈，你快看！没错，我们家呀和谢庆大师的公司有合作。谢庆大师早就说过，这3年之内啊，他不会自己亲自设计首饰品。所以啊，你们的首饰品是从哪儿来的呀？你的意思，这首饰是假的？但是我看这黄金的成色不像是假的呀。阿姨，现在这造假的水平可高得很。我有个朋友在谢庆大师的公司当产品鉴定官，我们把他叫过来一问，不就知道真假了？喂，贺总，我这边有件事儿需要麻烦你过来一趟。贺总，这有人说这是谢大师定制的12生肖首饰，你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手法和工艺倒是和谢大师的很像，不过谢大师对外出售的作品会标记他独有的印记。你们看，谢大师对外出售的作品会以飞燕做标记，可这里标记的却是双飞。刘小姐，
这些首饰是你的吗？我们公司对这种假冒伪劣产品，向来是严厉打击的，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。我可从来不会用假货，这是新娘子她妈带过来的，还有一堆现金、别墅、超跑，说是要给新娘子当嫁妆呢。这里所有首饰，我以职业身份做担保，绝对是假的。假的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会是假的呀？啊！阿姨，你看看，还说是黄金呢，这我踹了一脚就歪了。我看呐，他们分明是想拿这些假货来谋取你们陈家的家产。好你个小贱人，为我儿子对你那么好，供你吃，供你喝，供你住的，居然和你妈合起伙来想骗我们家家产！我告你们，这事儿没完！老实交代，这些假货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敢冒充谢大师的孙女，真是胆大包天！我和谢大师是多年之交，他在给我女儿准备结婚用的嫁妆首饰时，为了凸显这套首饰的与众不同，才特意以双飞燕为标志。你居然把它看成是假货，看来你这个鉴定官也不合格了。哼，笑话！我入职这么久，可从来没听过谢大师有什么至交好友。贺总，这有些人啊，死到临头了还不知悔改，倒不如我们上报给谢大师，让谢大师亲自问责，看他们两个嘴还硬不硬。行啊，我马上上报公司，只需要10分钟，我立刻就带谢大师过来。哼，儿子，你看看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，亏你之前还帮他说好话，现在人家合起伙来骗你的钱。徐玉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哪种人？钱还不了，你可以慢慢还，我不会要你利息。毕竟咱们都这么多年感情了，但你没必要联合你妈一起来骗我们呀！陈良，这些年我花的一直都是自己赚的钱，公司头2年收益不好，你们一大家子都靠我养着，你跟我说不算我利息，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？胡说八道！我们家什么时候靠你养了？你还倒打一耙，幸亏我儿子没跟你结婚。徐玉啊，你真是变了！你不仅骗我们，现在连你自己都骗。公司创立前2年经营不善，入不敷出，每个月还要还银行的贷款，家里连饭钱都没有了。是我变卖自己的包包、首饰、衣服，还要去打多份兼职。我每天凌晨3、4点才睡，早上5、6点就要陪着你起来跑业务。陈良，2年了，我没睡过一个好觉。渣男就是渣男，渣男不可能！明明我们家的钱都是我儿子赚的，全都是公账，一笔一笔都查得清楚。那还不是为了顾及你儿子那可怜的自尊心？不然我为什么把钱打进公账里面？就公司前2年这收益，怎么可能撑得过你们一大家子的花销？我花什么钱了？从你儿子开公司开始，你就隔3差5的去公司里面取钱，买衣服、首饰，还要跟着你那群姐妹们到处旅游。要不是我撑着，这个公司早垮了。难怪陈家公司早些年资金链始终不稳定，感情是他妈在偷偷拿钱呀！自己亏空公司，居然还说儿媳妇花钱，真是老不要脸啊！
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妈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怎么可能？公司都是咱们家的钱，我干嘛要偷偷拿咱们家的钱呢？即使我真拿了，我肯定也是为了儿子你好啊。就怕有些人在公司做假账，偷拿公司的钱，我好早一点发现了，不是？好你个小贱人，撒谎不成，还要挑拨我们母子关系啊！是吗？那你问问你这好儿子，他信你吗？儿子，你是相信妈妈的，对不对？阿良哥哥，你别被这两个贱人转移了视线。阿姨做什么事情，肯定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能不相信她呢？儿子，这母女俩就是不想还钱，你们赶紧还钱！哼，还钱？我还要找你们赔偿？我给我女儿的林家祖传玉佩价值10个亿，被你们摔坏了，你们打算怎么赔？这世上最顶级的玉佩也才10个亿，你一块假玉也敢要10个亿？觉得是我们跟你一样没见过世面吗？儿子，你看看这母女俩，就是想骗咱们家的家产，连这种拙劣的碰瓷儿都拿得出手，愚昧无知，我懒得跟你们废话。把鉴定专家带来。装模作样的，请个鉴定专家就可以以假乱真了。假的永远是假的。好，很好，死到临头了还不知悔改，我要让你们母子把牢底坐穿。来，这边请。专家，你可要好好的看，仔细的看，免得有些人拿个假玉佩，在那耀武扬威的。这是这玉什么来路？做工和手法都相当的高级，看得出来制作者很有水平，但是碎的太厉害了，无论是真是假，还是什么来历，我都得带回实验室去做鉴定。那又需要多长时间？至少1周的时间。辛苦了，这玉佩你就带回去鉴定吧。有些人可真是运气好，又多了1周的时间，要不然今儿就要因为诈骗被人给送进去了。我不想和你们浪费时间，1周以后鉴定结果出来，我不会接受任何条件。我要把你还有你都送进去。事到如今还在这装模作样的，今天要不是我替我儿子把关，还真让你们想分我们家产的阴谋得逞了。哼，事情败露了就想跑了呀？这些都是你们造假的证据，全都是假货。哼，足够你们进去蹲几10年。记下来，起诉他们诽谤和恶意损坏星辰集团名下资产。是星辰集团，是那个市值万亿、掌握全国60%产业的星辰集团。听说星辰集团光流动资金就上千亿，拿出这些嫁妆再轻松不过了。难道徐玉真的是星辰集团的大小姐？儿子，你今天去邀请星辰集团的总裁，你是见过的？难道他真的是？妈，我是去过公司，但我只见到了总裁的秘书。等等，我陈家
仰慕林总许久，希望林总能够赏个光。这件事情我知道了，我会请示林总的。拿请帖的是他，星辰集团总裁的秘书。阿月，所以你是星辰集团总裁的女儿？没错。居然真的是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这是豪门联姻？那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？早点让你知道，还怎么看清楚你的真面目？我妈当初就看不上，为了维护你这点可怜的自尊心，我这么多年一直没告诉你。如今看来，幸亏没让你知道，不然我还真跳进你陈家这火坑了。编，继续编，你们胆子还真是不小，弄一堆假货骗婚也就算了，还敢冒充是星辰集团的总裁，哼，是把我们当傻子吗？倩倩，今天我儿子去送请帖的时候，可是亲眼看见总裁秘书的呀。倩倩，他真的是货真价实的星辰集团总裁秘书。他或许是林总的秘书，但是谁又能证明他就是星辰集团的总裁呢？这说的好有道理啊，谁能证明啊？这母女二人肯定是花钱收买了柳秘书，毕竟一个小秘书而已，花点钱就好了。你们就是想伪装成星辰集团的总裁好骗婚，这才做戏做全套。强词夺理，这世上怎么有你这种没脑子的蠢货？就知道你们嘴硬。看看这周围来的可都是陈家的亲朋好友，既然你说你是星辰集团的总裁，那为什么一个道贺的人都没有呢？这合理吗？倩倩，你说的没错。如果说他是星辰集团的总裁，上赶着巴结的人不计其数。今天可是他女儿大婚的日子，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来，难不成大家都觉得你们这对骗子母女丢人，都不敢来了吧？还说自己是什么豪门呢？亲戚呢？客人呢？肯定亲戚朋友都骗，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跟他来往了呀。放屁！南北两省首富为了大小姐的婚礼特地赶来，谢大师也说了会亲自上门道贺。哎呦喂，这可是我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了。两位首富是冲着我们陈家的面子来的，他们俩算什么东西，也配两位大人物赶来？造假谢大师的设计品，居然还敢说谢大师会亲自上门道贺，我看你们是骗人骗多了，自己都相信了是吧？你们不用和他们浪费口舌，等鉴定结果出来，自有他们后悔的时候。终于弄好了，我辛苦了大半年，弄的这个设计品，配林总的女儿，再合适不过了。谢大师，这是您仅有一件的孤品，如果拿去拍卖，至少能有3000万。您真的要送人吗？嘿，你懂什么？当初我也不过是个无名小卒，穷的连饭都吃不上，是林总不遗余力的支持我搞创作，才成就了我的今天。别说是3000万，就是3个亿也不足以偿还林总对我的恩情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当初您听说林总女儿到了婚嫁的年纪，甚至放下其他工作，打造了12生肖系列。没错，你快去备车，趁婚礼之前赶到现场。对了，谢大师，刚刚员工上报，发现有人制作了您的仿制品。哎呀，您看要不要先去处理一下？这点小事儿，让鉴定师去做吧。但鉴定师那边说有其他业务需要我们这边协助，据说是涉及价值10个亿的玉佩。糟了，我还是亲自去吧，尽快解决这个事情，别耽搁了参加林总女儿的婚礼。走吧，在这多待1秒钟都是浪费时间。想走？把钱还了再走。放开！心虚了想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待会儿警察来了，你们2个就完蛋了。我再重申一遍，妈，起开！
许月，这些年我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合起伙来骗我们全家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我没有良心。陈良，你以为你们陈家公司快倒闭的时候，第一单业务是从哪儿来的？是我求来的。不可能，对方公司负责人都跟我说了，是看中我公司的能力才跟我签的合同。是我让他们这么说的。陈良，你跟他们公司负责人很熟吗？他们凭什么觉得你公司能力强？动动你的脑子吧。你们公司业务能力不行，配套设施也不完善，没有合作的可能。你走吧。宁总，我们的设施都正在铺设，很快就会搭建完成。我们公司能力虽不是最出众的，但是性价比最高啊。宁总，您再考虑考虑吧。说了不行就是不行。宁总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赶起来，快赶紧起来来，赶起来！宁总，求您了，您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吧。我们公司真的很需要您这个订单，我保证我们所有的设备都会在半个月内铺设完成。公司合作中如果有任何您不满意的地方，我们立马修改。实在不行，我价格再降5个点。行吧，行吧，咱们聊聊合作的事吧。您说的是真的？当然了，陈良能有你这么个女朋友，真是他的福气啊。聂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啊！原来是这样。阿月，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你妈当初生病住院，我不想因为公司的事情让你分心。阿月，阿良哥哥，你别听这个女人的鬼话，她连结婚都敢拿假话来骗你，谁知道这当初的业务是怎么来的？说不定啊，是跟别人上床睡来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跟阿良哥哥在一起这么多年都没上过班，突然间能谈这么多业务，肯定啊是用了什么下作的手段。难怪你每个月那么多的订单，原来是出卖自己的身体来的！你个小贱人，真不要脸！陈良，你也是这么觉得的吗？妈，我……儿子，他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婊子，不知道给你戴了多少顶绿帽子。是啊，阿良哥哥，他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都没上过班，现在突然能谈这么多业务，肯定啊是出卖身体出卖来的。阿月，我觉得你还是跟我妈解释解释。如果你真没做过的话，那你拿出证据来啊！陈良，真让人恶心。我怎么就恶心了？我觉得咱们之间有误会的话，那就解释清楚嘛。不重要，我不想听了。你少在这装可怜，你赶紧把钱还了。要是不还钱，就别想走。阿姨，你别忘了，他们还得赔偿精神损失费。精神损失费？在场这么多人听着呢，他在外面干的那些事情，有损陈家、阿良哥哥和您的名声。拿假货来骗婚，伤害的也是您和阿良哥哥，这些都得赔偿啊。对，精神损失费。你对我儿子
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你最少要赔300万的精神损失费。陈良，你觉得这钱我该赔吗？阿玉，你将心比心一下，如果我做出这种事情，你肯定也会找我索赔的。我妈找你要精神损失费，也正常。陈良，当初你妈生病住院的时候，我一把屎一把尿的在照顾她。你爸生病吃不下饭，我顶着40度的太阳做好饭骑车送给他。当初怎么不跟我谈精神损失？那是因为你想骗婚，故意讨好我们。讨好你？你也配？这么多年，无论我做什么事情你都不满意，要不是有陈良在，我早就不伺候了。正好，我现在不需要你伺候，你赶紧把钱还了。要是不还钱，就打借条。对了，你女儿欠我的钱，这个借条你来打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让我打欠条。老婆子，你太过分了！这些年小玉对咱们怎么照顾的，你心里没个数吗？现在不但要人还钱，还要让人赔钱，这传出去，我们陈家的脸往哪儿放啊？哼，他想进我陈家的门，那是他应该做的。我逼着他伺候我的吗？都是他自愿的。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人把自私自利说的这么理所当然，难怪会有这种儿子。都说富不过3代，我看你们陈家连第1代都维持不下去。你说什么呢？只要我儿子在，我们陈家迟早会成为本省的首富。阿良哥哥如今被南北首富看中，还接手了锦绣家园的项目，要不了多久，你们连见阿良哥哥的资格都没有。陈良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那不然呢？你要是嫁给我，就必须好好孝顺我妈。所以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一点价值都没有吗？价值？你还想要钱呢？你出去打听打听，哪家的媳妇儿不是自觉照顾公公婆婆的？阿良哥哥，你看呢，这女人还想找你要钱。许月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勤俭持家的女人，没想到你也这么斤斤计较，拿照顾我爸妈的事情来威胁我。我威胁你？行了，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钱你可以少还一点，但你不要再得寸进尺了，这是我最大的让步。妈，我不想说了，咱们走吧。好。怎么堵车了？哎，老张，哎，你怎么也堵着了？老何，你也是去参加林总女儿的婚礼的？那当然了，我们集团跟林总合作多年，关系密切。我特地选购了前朝佛像，价值5000万，为林总女儿庆婚。那你就不如我了。我和林总啊，情同姐弟。他的女儿啊，就是我的侄女，我给他准备的可是南海珊瑚，千年难遇。老张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什么时候林总女儿是你侄女了？之前吃饭的时候，林总女儿啊就亲口叫了我叔叔。我呸！你这个老不要脸的！林总能看上你那个破珊瑚，那也比你那个佛像强。哼，还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切！哼！来到，必须要超过那老东西。妈，难道我们真的要和小玉他们家上法庭对质吗？儿子，我们还怕他们不成？拿了一堆的假货来骗婚，心虚的应该是他们。可毕竟我和小玉也有这么多年感情了。阿良哥哥，你让他打欠条，还不是因为你看在这些年的情分上，这种冲着你钱来的女人根本就不值得同情。说好你的欠条，马上你就会求着把欠条还给我。装模作样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除非你是南北首富那样的大人物，不然要我们求你，做梦！比求我们还差。哦，拭目以待。南北良心首富到！啊！
林总。儿子，待会儿见到南北两省的首富，记得给他们留一个好的印象。放心吧，妈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这可是南北两省最大的首富啊！如果我们能跟他们合作上，那我们家就会成为本市第一豪门了。听见了没？两位首富马上就到了，识趣的赶紧给我滚！阿姨，先别着急让他们走，他们拿假货来骗婚，必须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差不多行了，既然做不成亲家啊，那也没必要闹成仇人了。死老头子，你到底站哪边的？你难道想让两省首富看我们陈家的笑话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天算你们运气好，我就放过你们一马。要是以后还不还钱的话，我照样报警把你们抓进去。走。通知所有人，我女儿的婚礼取消。好的，林总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以前还为了这种人跟你吵架，离家出走。一切都过去了，咱们先去吃饭，然后好好休息。好。去云端餐厅。什么？林总秘书说林总女儿的婚礼取消了？怎么忽然取消了？他没有和我说具体原因。不管这婚礼办不办，这都是和林总打好关系的机会。直接去星辰集团。什么？取消了？我可听说林总他女儿对她男朋友可是一往情深，非他不嫁的呀。我有个朋友在现场，好像是新郎家并不知道林总的身份，当众羞辱林总和他的女儿。哼，这帮狗眼看人低的家伙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多大的富贵。那咱们还去参加婚礼吗？我去了，改道去星辰集团。你都备下了，怎么地也得送过去。这天都黑了，怎么人还没有到啊？阿姨，您别着急，说不定啊是路上堵车了。还叫我阿姨呢？妈，哎，那个谁，赶紧打电话问问首富什么时候到。好。人家可是首富，你一直这么催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要是以后咱们家飞黄腾达了，到时候谁是首富还说不准呢。阿姨说的是呢，阿良哥哥这么能干，以后咱们家一定能成为全省，哦不，全国首富。倩倩啊，你以后跟我儿子结婚了，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，千万不要像那个骗子女人在咱们家捞钱走。阿姨放心，我一定做个贤妻良母，保证阿良哥哥绝对不会操心家里的事儿。哎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媳妇儿啊！首富怎么说？说是不来了。啊？不来了？怎么说不来就不来了？这首富也太不讲信用了吧！阿姨，您消消气儿，这首富事情多，说不定啊是碰上什么临时要紧的事儿。再说了，这一位不来，不是还有另外一位吗？哦，对，那是哪一位不来了？我好安排宾客把位置撤了。两个都不来了。两位都不来了？这说好的，怎么临时反悔啊？这首富也不能这样。弄清楚了吗？我跟朋友打电话问过了，没人知道怎么回事啊。阿姨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许愿？你的意思是，
这首富知道许玉走了，肯定是以为婚礼取消了，所以才不来了。肯定是这么回事。赶紧给首富打电话，就说咱们的婚礼改成订婚，照样举行。好。这个小贱人，走就走嘛，还留了一大堆的烂摊子，让咱们自己去收拾。回头我一定要去告他们母女，让他们多赔点钱。妈，阿玉再怎么说也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没必要再去告他们了。你懂个屁呀！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！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，要让他知道痛，以后啊，他才不会来纠缠你。首富怎么说？还继续参与不？首富那边没联系上，但锦绣花园那边还打电话说取消跟我们的合作呀！定是这个小贱人！无凭无据，别随便冤枉人呐！不是他，还有谁？妈，你没凭没据的，你怎么就知道是阿玉的错呀？要不是那个小贱人在这闹事儿的事情传到了星辰集团，害得星辰集团对咱们家印象不好，这合同怎么可能取消？阿姨说的对呢，之前星辰集团觉得咱们陈家好，才选择合作了。现在结果发现这个未婚妻是个拜金捞女，这集团总裁肯定是怕这次合作受影响。我觉得许玉啊，就是知道妈不让她嫁过来，才故意闹这么一出，目的就是为了让这次合作失败。这两母女都是无耻的贱货，为了我们的项目，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我真没想到阿玉她会这么恶毒。早就说了，这个贱人就是个丧门星，娶不得。行了，要不是你先闹这么一出，会发生这些事情吗？你妈，您消消气儿，这件事情未尝没有解决的办法。倩倩，你想到办法了？我听说星辰集团的女总裁是个讲道理的人，不如我们去求见这位女总裁，把事情原委讲清楚。这件事儿说不定还有转机呢。对呀，咱们去找星辰集团的总裁讲清楚，就说这件事根本不是咱们家的错，都是那个小贱人想败坏咱们家的名声，这个项目不就拿回来了吗？是啊，妈，那咱们明天就赶紧过去吧，万一项目落到别人手里，那可就完了。对，赶紧进屋啊！儿子，待会儿见到总裁，一定要说清楚，这件事不是咱们家的错，是骗子母女故意想破坏咱们家的名声。知道了吗？你们找谁？啊，你好，我是陈氏集团总裁，想拜会一下贵公司总裁。现在是午休时间，暂时不接待客人，你们下午再来吧。这也太不人性化了，这么紧要的事儿还要午休，万一耽搁了咱们的项目可怎么办？阿姨先别急，我知道附近有家餐厅，味道很不错，咱们先去吃饭，吃完饭再立马过来。也只能这样了，走吧。来，宝贝，尝尝这个。乖女儿，这种人渣分了也没什么可惜的。我就是觉得自己这些年瞎了眼，浪费了我的青春。这天气热死了！服务员呢？没看到有人来吗？服务员，你好，请问是3位用餐吗？你眼瞎呀？这个还需要问吗？把你们这儿最好的位置给我安排上。我们这里最好的位置已经被安排了。你们餐厅的经理是我的舅舅，你去给那桌客人换个位置，有问题找我。
要不你们商量一下？哎呦，瞧瞧，这谁呢？我和我女儿正在用餐，请你离开。用餐呐，睁大你们俩的狗眼，好好看看周围。这可是本市最高级的5星级餐厅，是你们这种穷鬼能来的地方吗？哟，吃的还不错呢，上好的菲力，光这一块牛排就要几千块吧。就你们2个穷鬼，付得起账？我再说一次，赶快离开，要不然我就让人请你走。请我走？我告诉你，这家餐厅的经理是我舅舅，等我把他叫过来，看看是我走还是你走。哎，喂，舅舅，我在云端餐厅，有件事儿需要你过来帮个忙，你能过来大厅一趟吗？哎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舅舅。什么事要我帮忙？舅舅，这2个人就是个骗子，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恐怕待会儿会逃单的。不如趁现在把他们撵走，免得一会儿逃走了可怎么办啊？整个餐厅都在我的名下，我会逃单？穿了一身假名牌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富豪了？你要不要说这栋楼都是你的？这栋楼确实是我的资产。哎呦，你就装呗，恐怕100块钱都掏不出来吧。如果你们再无理取闹，待会儿小心像丧家之犬一样被赶出去。阿玉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爱怎么说怎么说。阿良哥哥，你看他说话好粗鲁啊！玉，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跟狗当然不用说人话。你骂谁呢？骂谁谁清楚。一家子自私自利，满脑子只有自己的吸血鬼。我没动手打你，都算我有素质。你，舅舅，快把他们撵出去！这位女士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可以先把这桌菜的账结了吗？我在这里吃饭，从来没花过钱。喂，是我，马上过来。装模作样的，怕是电话都没有拨出去吧？真以为自己穿了一身假名牌就可以蒙混过关了？这位女士，麻烦你立刻结账，不然我叫保安请你出去。如果你这么做，1分钟后你会后悔。你们听我看着他，我现在就去叫保安。等我舅舅回来，你们俩就得像狗一样被扔出去。哼，想想都觉得丢人呢。倩倩，不用同情他们，他们是罪有应得。你要是和你妈为刚刚骂我的事情道歉，说不定我会考虑放你们一马。如果你现在跪下来向我女儿道歉，我也考虑放你一马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等着被扔出去。把他们2个给我扔出去！是。住手！啊！老板，这2人是来吃霸王餐的。林总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请林总恕罪。这怎么回事？舅舅，你不是说他是你们餐厅老板吗？怎么给这2个骗子下跪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老板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
这两人就是来吃霸王餐的。笨发的狗屁！林总，他用得着吃霸王餐吗？林总，我不知道您来这里用餐，手下呀不认识您，都有冒犯。林大人有大量，请林总莫要怪罪啊！不知者无罪，但他们说我是骗子，来这里吃霸王餐，你觉得应该怎么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把他们都给我轰出去！谁敢？我们是过来消费的客人，客人就是上帝。你敢把我们撵出去，我就去投诉你们！还站着干什么？我说话不管用了吗？你们拖出去，把他们都拉进黑名单，以后不准再来这个餐厅吃饭。我一定会举报你们餐厅的，你给我等着！舅舅，你快跟他们说呀，他们两个是骗子！舅舅，放开我！林总，您看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餐厅经理听信亲戚一面之词，未经查证就要撵顾客离开，你就是这么管理的？你被开除了。老板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饶我一次吧。来人！我为餐厅出过力，你不能开除我啊！林总，您看，下去吧。是。老板，这林总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您怎么那么怕他？这可是星辰集团的总裁林冷秋。原来这就是市值达万亿、流动资金达上千亿的星辰集团。哎呀，你说这老刘活该他倒霉，得罪谁不好，偏偏得罪到他的头上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呦，我的腰！哎呦！妈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哎呦，我的腰啊！这两个贱人，我跟你们没完！妈，在这等着，我这就去找他们吃掉去！给我起开！哎呦，儿子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倩倩，你不说你舅舅是餐厅的经理吗？老板怎么不站在他那边？竟然相信那两个骗子！我也不知道啊。这样，我给我舅舅打个电话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舅舅，活见鬼了！妈，餐厅的老板见了那两个贱人，那么的崇拜就算了，这居然还叫他什么林总，他长得哪一点像总裁了？啊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啊！什么？倩倩，你舅舅怎么说？我舅舅说，他被人开除了。怎么？开除了？老板说我舅舅得罪的是星辰集团的林总，所以就把他开除了。啊！星辰集团的林总？哼，我知道了，这两个贱人肯定是假冒林总，在这骗吃骗喝的。之前就弄一堆假货来骗婚，现在又敢冒充林总骗吃骗喝，这俩人简直无法无天。妈，那有没有可能他们的身份是真的呢？那可是市值万亿、全国排名第1的星辰集团，这种身份的大人物，他的女儿肯定是知书达理、温文尔雅，怎么可能像许玉这么粗俗啊？妈说的对，大户人家的女儿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出门都是脚不沾地，居然跑到咱们公司来上班，还出去跑业务，他哪能受这苦啊？妈，
可我还是觉得这两个贱人还有这么丢脸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阿姨，你该不会要去找餐厅老板举报吧？既然他们敢骗，那就说明他们肯定有十足的把握，老板不会相信我们的。不，我要去找林总举报。林总？今天咱们不是要去见林总吗？见到林总，我就直接把这对母女给举报了，到时候林总肯定出手教训他们。到时候说不定林总念在我们举报有功，说不定还会继续把锦绣家园的项目交给我们做呢。倩倩真聪明，一点就通。事不宜迟，咱们就去星辰集团等着吧。好。看看，看看，这才是大集团呐！那两个骗子还敢装扮成星辰集团的高层，恐怕连这个大厅都没来过吧？等待会儿咱们举报后，林总肯定会把他们抓起来。只想看看他们求饶时的表情。哼，我不会放过他们，一定让他们去坐牢。哎，倩倩，你那个朋友联系谢大师的公司还没有消息吗？暂时没有，一有消息我马上就跟阿依妮说。你好，我想见你们集团的总裁。请问你们有预约吗？没有。抱歉，没有预约，总裁不临时会客。我们可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向你们林总汇报，误了事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保安，混蛋！我是你们集团的合作方，找你们林总有要紧的事儿。看看那边。我们真的是合作方啊！这合同就等林总签字了。我是林总的弟弟，他说所有合同都给我做。林总对我一见钟情，还说要把公司给我呢。这些都是想混进公司的，你们这帮骗子见多了。可是我们不是骗子啊！管你那么多，以后再敢往公司里闯，见一次我打一次，快走！现在连林总的面都见不着，更别说举报了。哎，儿子，你不是来过星辰集团吗？有没有办法联系上林总？我上次送请帖的时候，只见了林总的秘书。我知道了，许玉他妈肯定是提前调查过，知道阿良哥哥你要请星辰集团的林总，这才收买了林总的秘书，假扮成总裁。这个贱人太有心机了，连林总的秘书都站在他身边，谁会怀疑他不是林总？我们一定要揭穿他们的真面目，这样才有可能拿回锦绣家园的项目，也能看到他们受制裁。可是现在连公司的门都进不去，我们怎么才能见林总呀？我有一个办法。谢大师，你不是要去参加婚礼吗？婚礼取消了，我就先过来看一下。取消了？这林总的女儿可是豪门千金，居然说取消就取消了。我也不清楚，等忙完鉴定工作，我还得亲自去把买好的礼物给星辰集团送过去。明白，明白了。谢大师，辛苦您亲自跑一趟了。鉴定的物品在哪里？都在这儿了。这些都是你带过来的？这枚玉佩是鉴定师带来的，我带来的是这些首饰。谢大师，这玉佩碎得太厉害了，只能请你来鉴定了。
这是谢大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当时流传下来的龙纹玉佩，价值10个亿。是谁给弄成这个样子的？谢大师，这枚玉佩真值10个亿啊！谢大师，您不会看走眼了吧？你们敢质疑我的鉴定能力？这枚玉佩我研究了4到5年。哎，之前听说被某个收藏家给买走了，现在怎么整成这个样子？听说是被人踩碎的。我估计那人肠子都悔青了。这可是10个亿啊，这辈子都赚不回来。必须上报，这毁坏文物是重罪，要严惩不贷。是，我马上把结果上报。这批就是造假的仿制品，需要你再鉴定一下，出具鉴定证书，我就立刻报警把他们抓起来，再让法务起诉。这不是之前我给林总女儿专门做的嫁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一个朋友结婚，未婚妻他妈带过来，说是您亲自设计。哼，我一眼就识破，连您独有的设计标志都能设计错，这造假造的也太没水平了。这个人是不是姓陈？叫陈良。大师你也认识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带我过去一趟。您决定亲自过去拆穿他们？行，现在就打电话。刘小姐，你费尽千方百计的找到我，应该不是想让我帮你进星辰集团上班吧？周经理说笑了，其实我一直仰慕贵集团的总裁，希望能和他见上一面。见总裁？想和贵集团合作的人太多，我家根本就排不上号，所以只能拜托周经理帮忙。集团有规定，这样做属于违规。我当然不会让周经理白费精力。好，这张卡里有5万块，全当周经理的辛苦费。唉，你看错人了。我接受的教育不允许我这么做。我再加5万。唉，刘小姐，看人真准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赶走！干什么干什么啊！这是公司的新合作方，懂不懂？抱歉抱歉，赶紧放行。请进。没眼力见儿的狗东西，什么人都敢来！这里就是高层办公区，走廊的尽头就是林总的办公室。哎呦，这就是星辰集团呀，比咱们的公司大多了呀！各位稍等一下，我去给你们预约个时间。辛苦周经理了。待会儿见到林总，切记2件事：曝光他们母女，然后把锦绣花园的项目拿回来。阿姨放心，我一定让那2个母女死无葬身之地。妈，详细材料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肯定能说服林总。诸位，时间已经约好了，林总刚好有空，你们就直接进去吧。进来。你们2个怎么在这儿？
这话该我问你们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完了完了，他竟然是总裁！阿姨，这两个人肯定是私闯进来的。堂堂总裁女儿嫁人，集团内怎么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？而且楼下的员工根本就不知道总裁女儿要嫁人。我知道你是骗吃骗喝还不够，又想来星辰集团骗钱。准备的还挺充分嘛。想骗我，门儿都没有！死骗子，竟敢跑到总裁办公室！今天你们都走不掉！好，很好，居然还倒打一耙。今天走不了的是你们。老实交代，谁带你们混进来的？胡说八道！我们跟总裁有预约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们跟我有预约？装模作样，真以为自己是总裁呢？这一层没有高管通行证是进不来的。说，谁带你们溜进来的？你管得着吗？这里可是星辰集团，你又能做什么？谁带你们进来的，我就开除谁。死到临头了还在装呢！我告诉你，马上能拆穿你们身份的人就要来了，我看你们还能硬气多久？周经理，有人冒充总裁混进你的办公室，人啊我已经帮你抓到了，你快带人过来吧。等星辰集团的人来了，我看你们两个还能嘴硬多久。林总，好久不见啊！冒昧上门打扰，还请林总原谅啊。何总、张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不是听说婚礼取消了吗？就想过来问问林总发生了什么。我们这三家这几年合作的不错，于情于理也该上门探视探视。又是哪儿找来的演员啊？准备的倒是挺齐全，连合作方的冒牌者都给找过来了。好大的胆子！不但冒充总裁，还找人冒充合作方。混账！竟敢对北省首富不敬！北省首富张铁龙，那他是？这位是南省首富何东来，何总。林总，这位是？他就是玉儿的前未婚夫。原来你就是欺负林总女儿那个家伙，我还以为你们陈家是不错的合作方呢。哼！从今天起，北省与陈家的合作全部取消。啊！我也听说了，当众羞辱许小姐，还强制索赔，哼，简直无法无天。从今日起，南省与陈家的合作关系全部取消。不，两位，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其实我是……阿良哥哥，别怕，他们还能说取消就取消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前脚我们刚质疑了总裁的身份，后脚南北首富就来了，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？他们两个肯定是骗子，他们两个肯定是骗子。我张铁龙纵横商海几十年，哎，第一次听说我是假的。可笑，你们陈家呀，简直就是井底之蛙，不知道天地之大。倩倩，你别瞎说，这可是南北首富啊！两位首富深居简出，而且也不接受采访，就连新闻上也没有他们的照片。这两个人肯定是冒充的。
差点就被你们骗了，竟敢冒充2位首富，你们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哼，果然徐总说的没错，真是一个自私无赖、愚昧无知的人。谁让你这么说我妈的？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个老骗子！徐月，我真没想到，你居然和这些人同流合污。妈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这些年究竟骗了我多少事情？一个只会听你妈话的白痴，也配让我骗？我警告你，收回你刚刚侮辱我母亲的话！私闯集团，殴打张总，损坏我们家的家传玉佩，我一旦报警，你们一家都得牢底坐穿。这些事都是因为你妈。我妈都是为了我好，你凭什么诋毁她？我懒得跟你说。你少在这转移话题，居然敢找人冒充2位首富，就是想诈骗星辰集团。你给我放下！那可是送给许小姐新婚礼物，1000年南海珊瑚。什么狗屁珊瑚，一看就是地摊上买的假货。胡说！那盒子里有证书，你自己看。弄个假证书还不简单？真没看出来呀，你们竟然是同伙作案！哼，提前准备了这些道具，要不是倩倩拆穿了你们的真面目，我们陈家的钱财早就被你们骗到手了。哼，我给你们砸了！这可是3000万的1000年南海珊瑚啊！你就等着赔吧你！赔？行，我全都给你们砸了！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拿来吧，妈，给你，混账！你敢抢我的东西？快把它放下！那可是前朝的佛像，市场价值5000万。只要你摔坏它，你们陈家倾家荡产都赔不起。别动不动就几千万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我倒是想看看，到底你让我们陈家怎么样倾家荡产？你敢砸我的佛像？妈，阿姨，你没事吧？你敢打我妈？你敢打我？来人！居然敢打人！我看你们根本就是黑恶势力组织。等林总来了，我要让他报警，把你们全抓起来。用不着你们报警，我现在就报警，还要起诉你们。你们就等着做橘子吧。刘小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谢大师听说有人伪造他的产品，就特意过来揭穿他们。谢大师，我是刘倩，之前合作时咱们见过的。这些复制品都是他们带来的。啊，没错，他们2个是骗子，拿一些假货当嫁妆。幸好我发现的早。刘小姐通知我之后，我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，就是为了抓住他们的现行。死骗子，赶紧交代这些假货是从哪儿来的，否则今天谢大师绝对饶不了你们。我说过，这套首饰是你们谢大师亲手设计的作品，送给我女儿的贺礼。放屁！当着谢大师的面还敢撒谎！谢大师，你别生气，我会维护公司的形象的。这些人用歪门邪道的手段，利用谢大师的名声，企图骗婚，还伪造假钞、房产证、
车钥匙，真是无法无天！闭嘴！谢大师，你打我干嘛？打的就是你！我是在挽回公司的形象啊！作为公司的经理，连真假都分不清楚，我不该打你吗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些东西是正品？不然呢？谢大师，您仔细看看这些东西，它确实是真的。这些都是我亲自做的，还能看错？这些首饰都是真的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给阿玉定什么狗屁破规矩，阿玉早就嫁给我了。这些首饰、车子、房产都是我的。阿良哥哥，说不定他们这些首饰都是偷来的，不然他们为什么要隐瞒身份跟了你这么多年啊？他们两个肯定就是骗子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要自欺欺人？我跟谢大师认识这么多年，从来就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好友。我看你就是为了欺骗谢大师，为了假装是星辰集团的总裁。林总，实在抱歉，因为我的疏忽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这不怪你，都是这一家子自私自利的结果。从今日起，我要陈家在本市除名。我不相信一个豪门会装扮成普通人，在外头吃了那么多年的苦。别说了妈，别说了。周经理，你看看，就是这些骗子假冒总裁，想骗贵公司的钱财。林总，是你带他们进来的？林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太菜把他们带进来，你放过我一次吧。完了，他真的是总裁，那小玉就是他的女儿啊！我都错过了什么？你被开除了。林总，带他下去。不行，林总，你放过我一次吧，林总，你放过我一次吧，林总。现在该到你们了。林总，这肯定是有误会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您就放我们一马。对了，我同意他俩的婚事，保证小玉嫁到我们家，绝对什么活都不用干，我们全家都伺候她。阿姨，你这个贱人，就是因为你挑唆我和我儿媳妇的关系，你给我滚！你们怎么对我女儿的？现在还想娶她？晚了！阿玉，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份上，你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，阿玉。晚了，我们早就恩断义绝了。许玉，我告诉你，这手机里面有我们这2年的私密视频。你要是不想身败名裂的话，那就放我们走。你竟然敢这么做，畜生！哎呀，儿子你真聪明啊！我就2个要求：星辰集团1半的股份，你女儿嫁给我儿子，来伺候我们全家，这个视频就不会出现在网络。陈良，
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，我才看上你。警察同志，你们都听到他们说的了。你们涉嫌恶意损毁他人财物、妄图非法含摸他人隐私、贿赂集团高层、窃取集团机密等多项罪名，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带走！不要带我走！不要带我走！不要！不要带我走！不要！